你家闺女干吗？哎，专业人士。只能选一个。可以增加比上面我。行，都拿不。Before I'm too invested, I should probably ask you all my questions, get to know you better. 欢迎回到加盟小厨房。今天呢，我们带大家逛一逛 Whole Foods， 因为我们在这里发现了非常棒的食材。我们用这些食材呢，给大家分享4个家常菜。我们用西方的食材也可以做出中餐的味道。那就来一个地了。你还有别的词儿吗？那我就不客气，那就来一个地了。我们先吃小龙虾拌面。既然是小龙虾拌面，那一定少不了小龙虾。正好Whole Foods就有卖现成的小龙虾。这个呢，就是人家已经给你剥好壳的，而且是已经煮熟了的，但是它依然建议你在吃之前保证它全熟，所以我们还是得给它进行一个热处理。那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美国其实是产小龙虾的，大部分小龙虾都产自于路易斯安那州。那这个就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小龙虾，并且它是手工剥壳的。后面这个成分表说的非常清楚，就是煮熟了的小龙虾肉，其他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冷冻储存。所有的这种海鲜，我们化冻的正确步骤都是要把它提前1晚上从冰箱的冷冻区挪到冷藏区，让它在冷藏的环境下进行解冻，这样我们食用的小龙虾才能确保它的肉质和我们新鲜的这个小龙虾的肉质是差不多的啊。它这一袋呢是1磅，足够我们一家3口吃一顿小龙虾拌面，够能吃的。锅里倒点油，来大约1到2茶匙的蒜泥，这是在奥迪买的，在沃尔玛也能买到，煸出一定的香味儿。然后来上1汤匙的沙茶酱，可以来一点沙茶酱的油，它特别的鲜。给沙茶酱进行一个炒制，这样它的香味儿就出来了。然后咱们放葱花。现在整个屋子已经充满了小龙虾，我觉得这一袋得有100只，不止，超级划算。我打开的瞬间都被震惊了。它这个肉还是手剥的，所以就特别完整。对，所以我觉得Whole Foods还是很良心的，真的很良心。来点盐，这个沙茶酱它没有什么其他的人工添加剂，含盐量也非常非常低，所以如果你用它炒菜的话，就一定要酌情的再加点盐。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点淀粉水，淀粉跟水是1比3，好吧？大家记住。哇，太香了，鲜味儿出来了，哇塞！接下来我们要烧开1锅水煮面。然后这个水已经撒了盐了。我用的这个面呢是Trader Joe买的极细的这种意面，意面的升糖指数比较低，然后吃起来的口感也非常的好，所以比较推荐。用粗的也行吧？粗的也行，但是理论上我们吃拌面呢更推荐这种细的，它裹酱汁裹的会更多，这样我们吃起来就更入味儿。面煮好了，我们给它装盘儿。为什么妈妈这个这么大呀？妈妈不是有点矮的女人吗？我不矮，我有1.7米呢。我是一个小矮人。对，你是一个小矮人，没错。我是白雪公主。你快点去弄吧。你是王子，妈妈是白雪。你尝尝我这个虾，妈妈这个小龙虾。哇，太鲜了，它是好几层鲜，在嘴巴里边一层一层的，太好吃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料理非常的简单，我只用到了沙茶酱和一丢丢的盐。沙茶酱本身它是一个综合调料，就它里面已经放了很多的海鲜的那种物质，所以它鲜味十足。它跟海鲜搭在一起就是鲜上加鲜，是不同层次的鲜。所以当我们一口下去的时候，这一口就是，哎呀，就绝了。总结的很好啊。Whole Foods 的这个小龙虾超级推荐，大家赶紧都去买。虾肉是特别弹的，大家一定要试一下。接下来我们吃千里香小馄饨。千里香小馄饨的主要食材就是这个千里香，
猪肉馅。首先呢，它是不含抗生素的。其次呢，猪在喂养的过程中呢，它是没有笼子的啊，非常开心。哎，它是比较开心的。它是加拿大产的，我看到好多 Whole Foods 的这个肉食还有菜呢，都是加拿大产的，而且它会特别的标明是加拿大产的。应该不是成本低，对吧？应该不是成本低，我觉得应该是品质更高。但是究竟是什么呢？我不太清楚。清楚的小伙伴呢，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这个猪肉呢，就是1袋1磅。做这个馄饨还有一个东西呢，我特别想推荐，就是这个洋葱丁儿，它本身是切好了的，你完全可以去买一个大洋葱自己切，那个成本是最低的。但是像很多人，我觉得他都没有办法在切洋葱的时候不流眼泪。不同的洋葱，它这个流眼泪的刺激的这个程度都不一样。一切就哭了，然后闭上眼睛一切到手了又哭了。所以我觉得这种超市里卖这种现成的洋葱丁是非常非常贴心的，又省事儿又方便。虽然成本会稍微高一点，但是这依然是我最倾向的一个选择。完了，完事儿啊。那千里香呢？千里香小馄饨的千里香是一个品牌，好吧？老干妈辣椒酱里是不是非得有个老干妈呀，大哥？没有吗？1磅的猪肉馅儿，哎呦我去，1磅的猪肉馅儿，1盒洋葱丁，我们全给它搁进去，170克。如果你不喜欢洋葱那么多的话，就少放点。下面呢，我们给它调个味儿，1茶匙姜泥，1茶匙的蒜泥。姜泥蒜泥都是在奥迪买的。我一般做猪肉馅儿都会放香菜籽粉，这个老观众都知道，1/2茶匙就行。去腥提鲜，而且它自身的味道呢就融合在里面了，是吃不出来的。白胡椒粉来上1/4茶匙，酱油我们给它倒上1到2茶匙，最后来一点我个人的小秘诀，就放1茶匙的红葱酱，盐大约1/4茶匙，戴个手套直接用手抓，哇，闻见香味儿了。我们给它软匀，软呢是一个网络新词汇 RUA。他家这猪肉馅没必要放1磅，半磅就够了，特别扎实，感觉好出数啊！来吧，朋友们，咱们可以包啦。我们在案板上弄一点面粉，这样一会儿我们包好的馄饨放上去就不会粘了。这个新手包馄饨，我唯一的建议就是少放点馅儿，就特别好包了。我的建议就是，你喜欢吃汆丸子吗？一样的煮馄饨也要往里放点盐，这样煮出来的馄饨皮就会特别的好吃。下馄饨喽，擦着锅边下，水花就不会溅到自己身上。勺子沿着锅边这样推一推，然后让馄饨在里面旋转起来，这样就不会粘锅底了。咱们煮着馄饨呢，调一个汤底，紫菜，再来点虾皮、葱花，灵魂酱料红葱酱1.5茶匙。来一点点红葱酱的这个油，再撒一点点盐，热汤浇进去，馄饨来喽，行啦，我尝一尝，你要变身是吗？美少女战。赶紧吃啊，我受不了了。太好吃了，那个味儿很足很正，当早点真的绝了。这红葱酱跟刚才我们用过的沙茶酱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老朋友老字号牛头牌。那本期节目呢，也是由牛头牌来赞助播出的，非常感谢。我诚心实意的推荐他们家的酱，因为真的非常的好吃，尤其是沙茶酱，还有这个刚才的这个红葱酱，真的是万用酱。那么一会儿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咖喱酱它有多么的妙，拿起来就哗哗流汁儿啊！一大口，嘿，很有人吃。接下来我们要吃的是咖喱鸡饭。咖喱鸡丁少不了的是什么呢？咖喱鸡丁肉。
我这次选择的这个鸡肉的部位呢是鸡小胸，它也叫鸡里脊肉。这个部位呢就是在于鸡的鸡背跟鸡大胸之间的那一小条肉，所以一只鸡含这个肉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然后这个鸡肉的肉感非常非常棒，多汁鲜美，而且它的弹性特别好，它吃起来呢就非常像那个虾肉、蟹肉的那种质感。如果你要是选择炒鸡肉的话，第一个首选的就应该是这个小鸡里脊肉。还有第二个首选，第二个首选就是老公的肉。那么我这次在 Whole Foods 选择的鸡里脊肉，它处理方式跟其他普通的鸡肉不一样，它是100% air chilled 的。我在之前的节目里有详细的给大家说过，这个通常来讲，我们在处理鸡肉的时候啊，就是屠宰完鸡之后，它有2种方式，一个是水冷式处理，一个是气冷式处理。气冷式比水冷式的优点在于3点：第一，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肉它是卫生健康的；第二呢，就是因为它没有浸泡过水，所以它的质感，肉的这个质感是非常非常棒的，它能保持它最好的一个品质。第三呢，就是它的风味儿，因为它没有被水侵染过，所以它的这个风味儿特别的足。虽然气冷式处理鸡肉的方法呢会让它成本变高，但是它出来这个肉的质感真的是1级棒，要远远高于普通的鸡肉。在 Whole Foods 是有专门一个冷柜卖这个 air chilled 的这种鸡的，就各个部位它都有，你在其他超市不太容易找得到，所以我超级推荐去 Whole Foods 买这个品质的鸡肉。1.5磅的鸡里脊肉我已经切成了大块儿，下面我给它进行一下处理。先放点淀粉，3茶匙淀粉，那不就是1汤匙吗？对，是的。3汤匙的牛奶，用牛奶、用椰奶、用酸奶都可以。给它软匀，腌上10到15分钟。锅中倒点油，紫色洋葱丁1盒，170克。Whole Foods 卖紫的也卖白的，主要是白的，当时就剩1盒了，所以我只能拿紫的了。看我们的配合怎么样？不怎么样。这个洋葱丁一旦炒到美拉德反应了，就非常非常的香了，它那个辛辣的味儿就没有了，留下的就是洋葱本身的那种甜香。好，大家看这个每一根洋葱都开始滋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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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基本上就行了。1汤匙的黄油，我们来炒咖喱酱。虽然这个咖喱酱它已经是可以直接用的，但是用我这个方法炒出来的这个咖喱鸡丁会更好吃。赶时间的话呢，你就不用这么麻烦了，直接用它这个酱就行。姜泥、蒜泥，1茶匙的这个番茄膏 tomato paste，2汤匙的咖喱炒酱。哎呦我去，哇塞，这也太牛了吧！香吗？我是觉得很香。我感觉像是我在炒。行，我的这个酱就炒完了，我现在要把它再单独盛出来。锅中倒点油，腌好的鸡丁搁进去，摊开，尽量让它有煎的感觉。这道菜咱们就是以香为主。太香了。这个鸡呢都炒得变色了，都变成白色的了，我们就把刚才炒好的洋葱丁和那咖喱酱一股脑的倒进去。我这咖喱炒酱顶嘎嘎。我天，咱们应该先做这道菜。先做这道菜。这道菜就叫邻居报警菜，太香了。不好吃找我，忘了加盐了。临出锅之前来点盐。根据您自己的口味酌情添加。为啥要临出锅才加呢？因为如果你早加了的话，这个鸡肉的水分就出来了。哦，竟然有这等功效，被我当然蒙对了。主要是我们忘加了。噔噔噔噔噔噔噔，怎么样？怎么样？他那个手上有油。可是我永远喜欢了妈妈。那当然了，爹亲娘亲不如饭亲。腌的时间再长一点会更入味儿，会更好吃。我腌那个鸡丁的时候没有放盐，我是故意的。我这道菜就是外面裹酱的那种感觉。哥，为啥要这样啊，妹？好吃。哥，咱俩为啥要恶心观众啊，妹？怎么样，妹？香啊，姐。
最后一个菜不要错过，豆腐煲。豆腐煲肯定少不了豆腐，那 Whole Foods 卖的豆腐种类非常的多，光这种老豆腐就好多种。我这次选的是超级硬的豆腐，超级硬的豆腐，所以我觉得用它。是冻豆腐吧？这个豆腐呢，它就是有机的。非转基因的，美国生产的，它这个植物蛋白含量非常的高，它特意的标出来。通常它把这个植物蛋白含量标出来，就证明它的含量非常高，所以其实你也不用去特别注意它到底含多少，因为它标出来就证明这是它的一个优点。所以这个豆腐的品质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一会儿拿它来做这个豆腐煲，我相信出来的质感也非常的不一样。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这是1整磅的豆腐，4块多，我觉得非常就非常便宜吗？我觉得合情合理了，因为它的品质非常好呀，蛋白特别高。对呀，能有多高啊？有1.8米吗？还需要一个配菜，就是这个我本来是想买上海青的，但是我们去的有点晚了，就只剩下一些烂的上海青了。不太好，就只剩下剩下的上海青品质都不是很好了，所以我就选了一个这种生菜、小白菜。你怎么那么嫌弃的看着？你说它是生菜吧，它比生菜大；你说它是小白菜吧，它比小白菜又小。这是上海青出轨生的那个生菜。我感觉这像一个杂交，我一会儿正好试试它好不好吃。如果好吃的话呢，就强烈的安利给大家。介绍完了，开始做吧。刚才所有的都没说，开始做吧。空气炸锅里喷油，这是鳄梨油，对，比较推荐鳄梨油。然后把豆腐放进去，豆腐我已经切好块了，尽量的散在空气炸锅里，喷油，放到空气炸锅里390华氏度烤20分钟，中间记得翻面。微波炉专用的这么一个蒸笼，我打算把这个生菜呢蒸一下。没事，这个我们可以往里压，往里挤啊。扣上盖子。微波炉高火4分钟，空气炸锅跟微波炉都忙活着，咱们现在呢，利用这个时间再调一个酱汁儿，1汤匙的沙茶酱，1汤匙的花生酱，1茶匙的酱油，2到3克的盐，搅匀，好了，备用。好，我们把它倒出来。有点像那个臭豆腐。嘿，这话怎么说的？是有点像。无意当中你又搞了一个小吃出来。对，我就要这种酥酥脆脆的感觉，然后一会儿我再用它做豆腐煲，出来的质感完全不一样。微波炉的菜也好了，火，为什么要用这个微波炉蒸笼啊？已经说过 N 次了。这个水自然就流下来了。也不用加水是吧？对，蒸出来的菜呢就是脆脆的。菜自己的水蒸。是的 ，OK 了。好，200度可以倒油了。蒜泥、姜泥、葱花，煸香之后，豆腐、菜翻炒一下。刚才我们调好的酱汁儿，倒一丢丢的水，再补一点，让它咕嘟一会儿。这种咕嘟咕嘟的感觉呢，就有冬天的感觉，有家的味道。然后我们再配上一碗饭。主要是我这道菜成功的点在于我这豆腐太牛了，红色的彩椒丁，给它来点颜色，然后味道上也会更丰富一些。好吧。为大家端到我面前的时候，变成了白菜豆腐。这不是你给自己安排的人设吗？家庭地位。哎呀，我的天呀，竟然有这样的人！你别语了。行嘞。特别像外边买的那种炸过的豆腐。对，怕麻烦，或者是你不想浪费那么多的油，那你就用空气炸锅20分钟烤出来的效果呢，它就是油炸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也没有那么多油啊，就是它更健康一点。你尝尝，跟肉一样。好吃吗？那是豆腐好吃还是鸡肉好吃？多好吃啊！嘿。我们用 Whole Foods 的食材也照样可以做出中式的家常菜。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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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I'm way up on the coke and